早上睁开眼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是对今天怀揣期待的雀跃，还是扑面而来的疲惫与沉重？统计显示，每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7个人，清晨醒来最先感受到的是无力感或是焦虑感。很多人嘴上无比渴望幸福，可在日复一日的选择当中，却又在不自觉地推开幸福。今天我们就来聊透这件事，拆解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底层逻辑，分享普通人可以落地的幸福实践方法。幸福是所有人都向往的状态，但几乎没有人系统教过我们该如何获得幸福。学校不会讲授，长辈大多只会叮嘱努力生活，社会也只会灌输付出就会收获美好的论调，却从来没有给到可落地的实操路径。于是不少人就被动等待幸福主动降临，总告诉自己熬过去就会变好，等到明年一切就会不一样。就在这样的期盼当中白白消耗掉大把时光。我们一定要厘清一个事实，幸福从来不是被动等来的，而是靠自己主动创造出来的。相关研究表明，外部客观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只占到 10%， 收入高低、工作好坏、生活境遇，这些外在因素无法定义我们全部的快乐体验。有 40% 的幸福感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由我们每日的思考模式、行为选择决定，剩余 50% 则来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格与先天气质。我们真正可以发力调整的，就是这 40% 的可控部分。如果这部分没有发生改变，哪怕外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，长久的满足感依旧不会到来。反之，只要把这 40% 做好，就算现实生活没有发生巨大变动，内心的生活满意度也会稳步提升。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思维误区，总觉得只要境况得到改善，自己就能够收获幸福，找到理想工作就会解脱，薪资上涨就会快乐，遇见对的人就能够圆满。但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，愿望达成之后，那份开心很快就消散了。这背后就是心理学所说的享乐适应。我们的大脑会快速适应所有全新的生活处境，所以物质条件的升级只能带来短暂的愉悦，很难维持长久的幸福感。想要开启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，第一件事就是做出我要让自己幸福这个决定。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平平无奇，可现实里很多人都在刻意回避这份抉择。熟悉的痛苦对比未知的幸福，反而会带给大脑更强的安全感。困在低落焦虑的状态里，不需要做出改变，不用跳出固有的生活模式，待在原地就不用面对陌生带来的不安。大脑本能排斥改变，所以人会下意识停留在负面情绪之中，不肯走出来。但想要拥抱幸福，就必须主动挣脱这种看似安全的不幸。这件事没有任何人可以代劳，无论身边的人有多体贴，所处的环境有多优越，倘若自己没有下定这份决心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着手调整自己固有的思维习惯。人的大脑每天会冒出大约6万个念头，其中 80% 都偏向负面，而这些负面想法里面，又有 95% 都是反复循环的旧思绪。昨天纠结过的担忧，前天反复琢磨的懊悔，会一遍一遍在脑海当中重播。我们的情绪并不是由事件直接制造的，而是来源于我们看待事件的想法。长期重复什么样的念头，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情绪底色。不停回想负面内容，低落焦虑就会成为你的默认状态。如果坚持练习切换思考角度，情绪的基准线就会慢慢向积极的方向偏移。这里要说明，练习正向思维不是要求你强行压制、彻底抹除负面想法，而是学会觉察负面念头的出现，再有意识地对它进行转换。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十分刻意，格外别扭，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。这就和健身锻炼肌肉同一个道理，初期发力格外吃力，反复练习之后就会愈发轻松。这背后就是脑科学当中的神经可塑性。通俗来讲，大脑的思维通路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，经常使用的思维回路就会不断被强化，很少启用的通路就会慢慢弱化。多多练习正向思考，大脑积极的通路就会越来越顺畅，负面思绪入侵的空间就会被不断压缩。日常生活里，我们要学会捕捉那些极易被忽略的细碎美好，
不要让生活里微小的温暖白白溜走。对周遭小事视而不见和主动感知美好，心怀感恩，长期下来，两种人的内心状态会拉开巨大差距。多项研究也证实，坚持感恩练习的人，整体生活满意度会得到明显提升。聊完思维调整，我们再来聊聊该如何正确应对焦虑。很多人结束一天之后，会反复复盘已经发生的糟心事，或是过度担忧还没有到来的未来。这类持续性的反刍式担忧会大量消耗当下的心理能量，它带来的伤害不只局限在情绪层面。从生理角度来讲，长期陷在焦虑当中，身体会持续释放皮质醇这种压力激素，时间久了，人体免疫力会下降，心血管的患病风险会增加，睡眠质量也会遭到破坏。焦虑属于人类的生存本能，我们不可能彻底把焦虑消除，一味追求完全没有焦虑的状态，本身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。重点不在于消灭焦虑，而在于学会和焦虑共处。掌握处理焦虑的方法，最实用的核心工具就是分清哪些事情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，哪些事情完全不受自己控制。他人的评价、大环境的走向、别人的决策，这些都属于我们无力改变的部分，可很多人偏偏把大量精力耗费在此，就如同往无底洞里面倒水，再多担忧也改变不了结果，只会白白耗光自己。我们要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收拢到自己可以干预的事情上。今天可以做出什么选择？能够采取哪些行动？保持怎样的心态？当注意力回归可控范围，焦虑感自然会得到缓解。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的掌控感。当焦虑感涌上心头的时候，不妨先停下脚步，向自己提问：这件事我能不能改变？如果答案是无能为力，那就主动终止脑海当中的内耗。如果这件事可以做出干预，那就找出当下立刻可以落地的一个小动作去执行，反复练习这套流程，被焦虑裹挟的时刻就会越来越少。现代社会，几乎所有人的大脑都处在持续过载的状态，手机消息、社交媒体、各类资讯不间断向我们输入信息，大脑很难拥有真正放空休息的机会。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，我们会变得格外敏感，一点小事就容易触发烦躁焦虑，情绪调节能力也会随之下降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给大脑留出留白的时间，每天保证15到20分钟，主动隔绝外界的各类刺激。你可以选择冥想，可以出门慢悠悠散步，也可以单纯闭眼静坐，形式没有硬性标准，核心是让紧绷的大脑获得暂停休整的机会。相关研究显示，坚持8周的正念练习，大脑内部负责压力、焦虑反应的杏仁核就会出现体积缩小的变化。这不是短暂的心情好转，而是练习带来实实在在的脑部改变。我们的内心期待也会实实在在改写现实走向。这里说的不是空想就能等来好运，而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应验预言。期待会左右你的行动方式，行动又进一步推动结果走向。坚信事情尚有机会的人，愿意投入更多精力，遭遇阻碍也不会轻易放弃。内心默认一切都会搞砸的人，从一开始就消极应付，遇到一点挫折就印证自己不行的预判，选择放弃。客观条件完全相同，不同的内心期待会导向截然不同的结局。但我们也不提倡毫无依据的盲目乐观，脱离现实的幻想反而会蒙蔽我们的判断。更合适的状态是坦然接纳现实的全部样貌，同时保留对可能性的开放心态，找到现有处境下自己能够做到的最优解。很多深陷焦虑的人，全部心力只够用来硬撑过完每一天。硬撑和主动向前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只知道硬扛的日子缺少方向，一点点困境就足以让人动摇崩溃。设立目标的意义，不单单是为了完成某件成就，更是为生活锚定前进的方向。就算当下依旧存有烦心事，只要心里保有方向，就不会被焦虑完全裹挟。目标不用设定的宏大遥远，围绕健康、金钱、个人成长这3个维度规划就足够，不用执着于目标的体量大小，贵在持续行动，找到每一天为目标可以完成的最小行动就够了。翻天覆地的生活改变，从来都来自无数细碎行动的层层堆叠。生活路上，
谁都会碰上棘手难题，不少人遇到麻烦，要么急于立刻拿到解决方案，要么直接摆烂认定毫无出路，但很多时候不是没有解法，只是焦躁的状态困住了思考。人在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，大脑会进入威胁应激模式，很难产出有创造力的思路。当情绪回归平稳，我们才可以用更开阔的视角看待问题。所以遭遇困境，第一件事不是逼自己马上找到答案，而是先平复情绪，放下立刻解决问题的压力，接着把事件当中确凿的事实梳理清楚，区分哪些信息是确定发生的，哪些只是主观猜测，用事实看待问题和被情绪牵着解读问题，得到的结论会天差地别。很多在脑海当中无限放大的难题，落实到客观梳理之后，就会发现并没有想象当中难以处理。同时也要相信自己积累而来的直觉。焦虑的状态下，过往沉淀的经验很难浮现，很多灵感都是在散步、洗澡这类放松时刻冒出来的。正是因为大脑留白之后，会在后台自动整合处理信息，想要破解困局，就要留给大脑这样的空余空间，暂时找不到解法，也不必绝望。这份相信尚有出路的心态，会直接影响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。抱有希望和持续陷入绝望，面对同一道难关，最终得到的结果也会不一样。人生旅途当中，我们总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失去，关系走向终结，告别熟悉的工作，和重要的人别离。如何度过这些难熬的阶段，直接决定后续的生活质量。经历失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反复纠结过往，不停追问为什么，不断设想如果当初做出别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。允许自己充分悲伤，回味过往，是十分必要的过程。强行压抑悲伤，反而会造成内心伤害，但长久困在悲伤之中不肯向前，也没有实际意义。在充分消化完情绪之后，我们需要做出抉择，带着过往的回忆继续往前走，重新回归日常的节奏。可以重启搁置很久的运动，约许久未见的朋友见面，尝试一件新鲜小事，依靠一个个细碎行动，把生活秩序慢慢找回来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认知，不是等情绪完全复原之后才去行动，而是先开启行动，情绪才会随之发生转变。身体展开行动，大脑就会分泌血清素与多巴胺，真正带动心境好转。这无关意志力强弱，是属于我们身体的生理机制。越是处境艰难，越要主动开启微小行动，出门走10分钟，播放一首喜欢的歌，在微不足道都可以。这个小小的举动，就是向身心发出信号，也是打破当下内耗状态的起点。最后，我们要认清一件事，调整思维模式，学会处理焦虑，建立生活目标，从失去当中修复自我。所有这些改变都不可能一夜完成，不存在瞬间蜕变的奇迹。只要日复一日坚持积累，回头回望，你就会察觉自己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。整个过程不必追求完美，有的日子状态满满，进展顺利，有的日子依旧被焦虑裹挟，也会出现完全没办法调动积极想法的时候。不要把这些视作失败，坦然接纳，这就是普通的一天，允许它过去就好。最重要的是不要彻底断掉，第二天重新拾起节奏，继续前行。比起前进的速度，前进的方向才是重中之重。不必强求一次性改掉上百件事，每天做好一件小小的调整，1年之后就会收获365次改变。朝着对的方向稳步前行，时间自然会回馈结果。把这份心念落实到今天的一个微小行动，不用筹备周密复杂的计划，就从让今天和往日稍有不同开始。等到一天落幕，回想今天发生的一个不错的瞬间，带着这份感受结束这一天，就已经足够。这个不起眼的开端，就会催生后续源源不断的改变。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